感谢大家在《繁花》里面用放大镜找到了我。这个戏拍了3年，最后剪出来只有30集，所以能给我留个正脸，我已经感到很满意了。那我今天想从一个龙套的视角上聊一聊《繁花》这个戏为什么好看，值得看。《繁花》是2020年9月开始拍的到去年2023年还在补镜头。别人家30集电视剧3个月杀青，他呢拍了3年。就拿我参与拍摄的基老板喊宝贝儿的那场戏，总共剪出来只有2分钟，但是我那天早上8点就到现场了，一直到晚上10点半才收工。那天没干别的，就在拍这场戏。这还属于拍得快的因为这场戏里面没有阿宝、李李、汪小姐和玲子这4个主演，如果涉及他们4个，那就会拍得更细致。比如范总在采访里面说，他经常被要求演几10遍马伊琍说他在雨中哭泣那场戏，短短几十秒，他走了1宿。为啥要拍那么多遍呢？你看话剧总共2个小时，但是呢排几个月才上台。可是影视剧呢是边排练边演出还要去配合镜头的运动，所以想拍好当然要多拍几遍。不是说慢工一定出精品，但是对于影视剧的制作来说，快工确实出不了细活，一条过不是什么好事儿。要不然就是说明人不重要，要不然就是戏不重要，拍成啥样无所谓。拿范总赶公交的这个镜头为例，里面涉及到很多的车辆和群演，而且运镜呢也比较复杂，从高处摇下来，从远处拉到近处，再拉回远处，车什么时候进，群演什么时候划过，主演什么时候转身，都得安排好。而且由于运镜幅度比较大，跟焦源也得配合默契，一不小心焦点就糊了。刚刚说的点，任何一个地方对不上都得重来。有朋友问我刚刚这个镜头不就为了表现南京路的繁华吗？也不涉及什么关键剧情，费这么半天劲干嘛？确实可以不拍。黄河路上那么多餐厅，随便选一家让范总坐下跟汪小姐说，哎呀，这个南京路上掉个瓜子皮都能卖钱。但是你选择把它拍出来，比这么干说更有代入感，更有说服力。繁花在很多这种不涉及关键剧情的戏都拍得很漂亮，很认真，人物的情感能用拍的就不让他说出来了。想拍的戏除了花时间还得花钱很多钱。3年的场地租金、人员工资、餐饮差旅，也就王家卫能说服投资方了。除了陈设、道具音乐版权上这些肉眼可见的消耗，我就说说我最了解的群演这块，繁花有多舍得花钱。2021年我已经在其他的一些剧上能演上比较重要的龙套或者小角色了，但是在繁花里面我一句话都说不上。这就是繁花的选角标准，大咖跑龙套，普通演员当背景板。所以你能看到这么多大场面里的戏镜头扫到任何一个人的脸上都是不出戏的都是生活在这个状况里的。回忆一下繁花里面有多少人头攒动的这种大场面，那真是又好看又烧钱。拍摄那3年还经历了口罩，胡歌都在组里过3个生日了，还是不杀青。大家都担心这拍着拍着要钱没了怎么办？好不容易拍完了，又怕剪出来不好看或者不火。因为这些年的趋势就是下沉嘛，总觉得好像你费劲拍出来一个精品，即使叫好也不叫座，到头来还亏钱。那如果花了这么多钱搭进去这么多时间精力众星云集的繁花再不火，那钱就会更流向5天100集的快餐爽剧了。还好繁花火了说明咱们观众还是喜欢看好东西的。衷心希望片方能通过繁花大赚特赚，这样之后才有希望能投资拍摄更多的精品。